嗨，大家，我是美。今天呢是在一个咖啡厅来进行拍摄，因为今天想说要来介绍我平常拍 vlog 用的相机，然后因为是拍 vlog，所以我就觉得在室内展示这些东西好像会不是很精准，然后你们可能也看不太出来相机的差别是什么，所以呢，我就特地找了一个一个户外的场景，然后想说就可以好好介绍，例如说一些相机在户外走路的感觉啊，然后一个焦距的感觉啊什么的，就是你们就可以看一下展示的画面，然后就比较知道，我大概在讲什么。然后所以今天的影片可能也会有一点长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总之我们就先开始。首先就是之前我很常使用一些大相机来当做我的主要机。什么是主要相机呢？就是主要机就是像现在讲，就是我正在跟你们面对面聊天，它就是我主要用面对镜头的一个相机。那这个镜头呢，通常我会比较希望它可以拍出来漂亮，就是要漂亮，然后清楚为主，这样。所以就是之前我很常选用一些大相机来担任这个主要机，可是后来就觉得哇，天啊，真的太重了！如果我每次外出拍摄都要这么重的话，对我来说有一点负担。所以我现在呢，这个主要相机呢，就是使用 iPhone 16 Pro， 现在就直接换成最轻便，然后也是最方便的装备，就是 iPhone 16 Pro。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反光，噔噔，就是我的手机。没错，有几个原因，一个是 iPhone 现在它有一个 log 档，叫什么 ProRes 还是什么？有点忘记，反正就是有一个 iPhone 自己的 log 档可以拍，然后那个 log 档调色出来非常好看，所以我现在就觉得，就是这个颜色很不错，我很喜欢，所以这是我第一个选用它当做我主要机的原因，就是漂亮美，我们就是要拍，就是要美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。这第一点。那当然 log 档就是可以自己调色，所以你也就是调色的自由度很高，你就可以用很多自己想用的不同的效果跟氛围。例如说我今天想要日系一点啊，清新一点啊，你都可以在就是剪辑软体里面，然后去做一些设定。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是现在 iPhone 真的变得蛮方便的，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其实是有接一个小麦克风，然后这个麦克风呢，它就是现在的麦克风都有做那个 Type C 的连接，你就是用那个它的 Type C 的连接器，然后插到手机里面去，你就有无线的麦克风可以使用。然后我现在用的麦克风是这一款 Holy Land， 然后它是有一个收发器，然后1:2，所以呢其实是有2个麦克风可以使用。所以我想要，例如说想要跟朋友一起出游，然后请朋友别麦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它的面积非常的小，我要拿起来给大家看。你看，它就只有这一颗，这样小小的。然后呢，它有一个磁吸，这一面可以磁吸，然后但它同时又是夹子，所以你要夹也可以，然后你要磁吸也可以，超级方便，然后而且很便宜，我记得好像才一两千块而已吧，然后就非常好用。然后这个呢很方便，就是它背面有一个充电孔，也是 Type C， 所以如果你想要充电的话呢，你就是直接把你的麦克风放进去，然后把你的充电孔接上线，然后你里面的麦克风就可以一起充电了。唯一就是它的收发器，就是里面没有做充电的装置，所以收发器要另外充电。可是因为都很省电，非常省电，我大概拍
2-3支影片吧，它那个电量都还不会用到底。然后就是它这边有一个电量显示器，所以你的小麦克风，如果你觉得好像快没电了，就是你用到一个程度，你就把它插进来，它就会自己先帮小麦克风充电，然后你的大电池快没电了，你再拿去充电就好。我不知道超级省电的，所以我很少再帮它充电，我会觉得很好用，很超值，所以就是蛮推荐大家现在可以慢慢开始改用手机拍摄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手机拍真的是又方便又漂亮，就是这是我第一个手机的设备，等一下还有第二个，我就想说我要一起介绍给你们，然后让你们知道就是怎么拍会比较方便。如果你们有人想要记录生活的话，我觉得就可以试试看这个 CP 值超高 HolyLand 的麦克风，推荐给你们。现在都还在手机的环节哦，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主要的相机的配件，因为就是刚刚不是说就是有那个 Apple 的那个 log 档可以录吗？然后但是它那个档案有一个问题点，就是档案容量录起来超大，就是它非常的占空间。然后除了占空间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传档案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如果你是用无线传输的话，就需要非常的久，然后而且很容易失败。所以我就是蛮不推荐大家用 AirDrop 的方式来传输档案。所以就是我觉得传输档案这件事情，就它传输的方式，我目前有试过蛮多方法，其实都还蛮不方便的。但是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我觉得很 OK， 然后也算是蛮方便的一个办法，就是剪辑碟。随身硬碟就是要那种 SSD 的随身硬碟哦。就我之前在剪片，好像有介绍过，我也会有一个剪辑碟，然后它专门就是拿来放一些剪辑的档案，然后跟一些影片。所以就是我只要把这个随身硬碟插入到我的电脑或者是我的 iPad， 我直接就可以用这个硬碟来去做剪辑，这样子我就不需要，例如说我档案又要放这边，档案又要放那边，很麻烦，然后也不需要上传云端。所以就是剪辑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。那为什么又会用到剪辑碟呢？因为我现在的手机也是 Type-C 接口，所以我只要把手机连接到我的剪辑碟，直接把我的毛片传进去就可以了。没错，而且这样又减少了一层传输档案的中间的过程，因为本来是先手机传到电脑之后呢，再放入剪辑碟进行剪辑跟整理，所以它中间就会有一层。但是现在我就少一层，我就直接手机传到剪辑碟 ，OK， 直接插到电脑，直接进行剪辑就好了。而且因为它又是 SSD， 只要你选到对的线，它就传超快，还是也没有到超啦，还是就是会需要一段时间，因为它这个 Apple Log 的档案录制起来容量真的很大，所以就是它传的话还是需要一些时间，但是比以往那种什么 AirDrop 啊，然后或者是先传到电脑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方式，就是快非常多。就是这个新的方法，就是我最近就是 run 过好几轮之后找到的新的方法，推荐给你们，就是准备一个剪辑碟，然后就可以直接传输到里面，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剪辑碟进行剪辑。所以就是现在手机录制的这个流程非常的顺利，非常的顺畅。就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制作的这一个 SOP 的过程让我觉得很舒服，然后手机的档案脸看起来又很好看，很美又方便。推荐大家又不用买新相机，你就买手机就可以了，你就是买新的手机。反正现在手机太旧换新，我自己觉得大家太旧换新的速度也很快啦，因为它Apple 有一个方案是太旧换新嘛，那你如果你是拿前一代的手机去换的话，其实那 CP 值还蛮高的。我就可以有一点算是无痛换设备的那种感觉，比较无痛换设备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是用手机拍摄，推荐给大家，就不用找这么多的相机，也会觉得说哪个颜色比较适合我，Sony 对焦好像比较快，可是我又喜欢富士的颜色，然后什么
嘿，弄好像也不错，然后镜头要选哪一颗，什么焦距要怎么选，太难了，真的都太难，而且太重，我真的觉得太重。如果你是像我一样，就是想要记录生活的话，我觉得有时候背太重的相机真的记录不到，真的记录不到，因为太重了。记录生活它就是要轻便，然后随时可以录下你很有感受的、很有感触的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就是手机录影。推荐给大家，就是2025年，真的可以尝试看看。好，刚刚推荐了那么多，还是有一个问题嘛，就是我们的vlog 嘛，它可能需要多一点镜位啊，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地方要带脚架啊，不方便，或者是要拍食物啊，然后什么在桌上不够广角啊之类的。像手机的自拍镜头，其实广角就还蛮不广的，就会有一点不方便，就需要不同的镜位。所以我就会有我的二机第二颗镜头，然后它是来负责一些比较广角的位置。我是用 Insta360 4S 噔噔，然后这一台的好处呢，它就是非常的广，然后它有翻转镜，翻转的荧幕，还有翻转荧幕可以看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我觉得很赞的是，它的底部是做一个小吸盘，所以如果你就是随时随地想要放在桌上，就随时都可以录。就是它基本上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录，然后它的广角非常的广，就广到一个不行，就不管你怎么样，你都一定录得进去。然后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有测试一下它防手震的效果也非常好，就是一个运动相机啦。我通常呢就是会用它的吸盘，然后固定在桌上，然后它就可以拍，可能我在吃饭啊，或者是我在干嘛，就是一些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那个角度很局限，然后但是你又需要很广的那种镜位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一台相机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看它真的专门就是在拍桌子，就是你有一些桌面的角度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就可以交给这一机来处理。然后它的这个吸盘啊是可以清洗的，就它这个吸盘，然后你是可以把它单独拆下来，然后它是可以单独清洗的，所以你就觉得它没有那么黏的话。没那么黏的时候，你就给它洗一洗，然后晾干，然后它又可以再做使用。然后蛮多人会问，那它可不可以就是粘在墙上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我自己测试是觉得在墙上它可能因为相机重量的问题，就是粘性还是有点不够。我觉得它最多就是当一个桌上型脚架，就是它可以立着这样。如果是墙边的话，就蛮不推荐，很容易掉。但是就是桌上的话，就是绝对够用。但这台呢，基本上就是只能当副机使用，它就是没有办法当主要相机。一个是它没有 log 档，就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客制化的调色。然后再来就是它，画质吧，我觉得就是主要就是画质，它没有办法到很好。然后我也没有尝试过接麦克风的部分，但是因为主要是因为画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么理想。所以我自己就是不会把它当成是主要机来做使用，就拍起来没那么漂亮，然后跟没办法客制化。可是如果当成是那种日常记录的辅助视角的话，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实用的。而且你就是因为出去吃饭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很尴尬，然后你又不想要拿手机，然后放在一个角落这样在那边拍，但是这个很小，然后它自己就可以立着，所以它在桌上会占的空间非常的小，就是你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好尴尬，我怎么在这边然后拍照，然后很占空间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台就是当一个辅助视角的相机非常适合，然后也非常好用，推荐给你们。然后它的传输方式就是连接电脑，然后直接用线传进去，对，然后没有别的方法，就这样，就是一个运动相机的概念。然后是有一些人他会有更多不同的用法了，因为像它这个，它其实可以拆起来，你就按住这边，它可以拆起来，
然后拆起来之后呢，它可能你就可以，它可能就有附个夹子啊或什么的，然后你就可以夹在身上，然后当成是更有第一视角、第一人称的感觉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像是拍花圃嘛，然后就是用这种第一人称的视角，然后来拍，就也可以。可是后来就觉得，就夹的时候有点麻烦，就有点懒惰啦，所以后来就比较少用这种镜位。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拍这种特殊镜位的话，这一台也可以。就用来当成是辅助视角的话，就蛮推荐给大家的。觉得好像也没有很长，因为马上就来到最后一台相机，就是这一台，我觉得也是询问度最高的，就是 Sony 的 DV。然后，而且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就是日本人都还是会用这种 DV 式的相机来拍摄，然后他们在日本甚至称这台相机是爸爸神机，就是因为这台相机很傻瓜，然后捕捉人捕捉得很好，因为是 Sony 嘛，所以就是也是对焦很快，所以有很多爸爸们呢会拿来去拍，就是他小朋友的运动会啊，或者是什么跟小朋友间的亲子活动。然后其实这台的重量是有一点重的，真的是有一点重量，可是我觉得很难放弃这台的原因，是因为这台颜色很特别。虽然它也是不能拍 log 档，不能自己调色，可是它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 DV 色，就那个颜色就是可能饱和度比较低一点，然后真的比较像是你肉眼看出去的感觉。我很喜欢它那个，就是它那种拍风景的 feel。很好，然后可是他自拍的时候也没有很广，我有一个展示，自拍的时候也没有到很广，然后自拍手拿极度不方便，就它真的不是一个自拍用的相机，它真的就是拿来拍风景或是拍别人。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的焦距非常的长。如果讲数字的话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也觉得数字真的太模糊了，我真的听不懂。我真听不懂这个焦距的数字是什么，所以我也摆了一个展示的影片给大家看，就是它就是可以拍到这么远这么细，就是可以这么远没问题。所以我就觉得它的，然后而且它的 zoom in 的那个功能非常非常的滑顺，你就觉得它 zoom in 的样子好好看哦，好有故事感，我很喜欢。所以这台就是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就是保留，而且它防手震也非常好，因为它有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好像叫什么5轴防震吧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它的镜头是在里面会晃动的。有，就是它是有做一个防震的很特别的防护，就是你在震的时候，然后它的镜头也会在里面用一个比较柔和的方式晃，然后这样你的影片的手震看起来就不会这么可怕。这台真的好好看哦，好喜欢。对，然后跟它的翻转萤幕，然后它的翻转萤幕是可以这样，所以其实是可以自拍的。可是为什么自拍不方便？因为它就只有一侧有绑带，所以你自拍的时候你就只能这样拿，然后这样远远的，就其实不是很方便。但是就是至少萤幕还是可以翻转，还是可以看。然后它顶部也有一个热靴。就是如果你是要接那种一般的相机麦克风的话，就也是可以，它也是可以接的，就是或者是闪灯、热靴，然后跟旁边有这个可以接麦克风的线或者是干嘛的，然后所以其实功能上就是真的是很齐全。主要我觉得唯一缺点就是有点太重。唯二有点太重，然后第二个是没有办法就是做 log 档调色，有点小可惜。可是无法替代的是它的焦距，就是这么小一台，然后居然可以拍这么远，然后再来是它的相机本身的那个低饱和度的颜色的感觉，超级漂亮到也不行。然后重点是它也可以拍到4K， 有好有坏啊，就是有的时候。出门的时候我都还是会带着它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拍出来的故事感真的太强，就是其他的相机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取代，所以我主要相机现在才会用 iPhone， 因为如果我带了这台，基本上我就是一定没有办法再带另外一台大相机。就是我其实还有一台 Sony A74， 然后那台就真的超大，可是这样我觉得真的太重，有点太负担，我觉得就有点失去那个记录影片的意义，因为你就可能每一次要拍什么东西，你就要拿一个什么起来准备，就是那个准备的
准备的时候，美好的画面可能就已经消失了，有点可惜。所以我就是现在就还是以轻便为主，但是虽然轻便又还是会考量到就是多样化性的角度。所以今天的这几台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有一些小配备，我是觉得可以跟着时代一起更新，就可以让你在录影片的时候呢更加的方便，然后流程呢也可以更快，然后更无负担的完成这些东西。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记录的当下很美好，可是回去你在整理档案啊，或者是你在剪的时候，那个过程很不美好，你就会觉得这一整个美好的过程就这样被毁了。就是如果它变成那种作业感很不好的一个状态，你就会觉得啊天哪，好烦哦，就是不想拍了或什么之类的。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啊，如果这一段过程可以更加的优化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就记录生活的时候更开心，更保有那种当时哇好美哦，我拍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好美哦，然后处理起来很开心，那我觉得可能就不知道就可以更帮助大家，让大家影片更好，或者是让我自己的影片也更好，让我更有动力可以剪每一支影片这样。好，所以以上呢就是我这次的录影的相机的分享，可能跟大家分享的角度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相机的参数啊，或者是一些什么像素、画素啊，然后光圈啊、什么焦距啊，我觉得数字讲太多反而听不懂。我比较是以一个那个实际使用的角度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相机拍起来会长怎样。对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希望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或者是你有什么额外的问题，这一些设备的问题想要问我，也可以问。大概就这样，好像不会很长。赞，好啦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